嘿，Hello， 大家好，我是盖盖头，我们好久没有拍视频了。大家看到之前我们拍的那些 vlog 是好久之前我们去向导去芭提雅，然后我们现在回清迈已经差不多大半个月了吧。我们自己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然后在这14天里面我也没闲着，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车库给改造了一下。今天我就带大家开箱一下我全新的车库。与其说这个是车库，还不如说这是我的一个玩具房。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介绍，这辆就是之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过的我那辆 mini bike， 本来是放在这个架子上面的，然后现在有点碰，所以我还是放在这边。然后这个架子上面基本上全是一些我玩的滑板啊，包括 Queenie 的滑板。然后这个工作台之后我会在这里把以前做的一些手工皮具啊，可能一些手工的东西都会慢慢再捡回来。我其实最终还是想做一些手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算是茶几吧，就是我那辆奔驰原装的4个轮子，不算原装啊，是改装的，但是我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改好的4个18寸的轮子，但是我嫌太大，然后现在就做成了一个茶几。然后这两个就是我的一个工具台，所有的玩摩托车的啊，包括玩自行车的一些工具啊、配件啊，都会在这2个工作台里面。然后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男孩子都喜欢的一个东西吧，但它不是真的枪，它是一个 BB gun， 是 BB 弹的一个枪。然后因为我们在泰国嘛，所以在这边是合法的。然后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可能就要遵守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然后在这边会有很多 BB 弹的一些射击场，包括一些玩 war game 的一些场地。如果自己带枪或者装备进去的话，上次我问收费就很便宜，50泰铢2小时，就差不多10块钱2小时人民币，所以就非常便宜。所以通常我们会自己都准备好一些装备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以前做的工作。纹身，其实有时候我没事也会拿着纹身机，然后听一下这个声音。可能喜欢纹身的人特别喜欢听这种声音啊，听这种纹身机老式弹片机的声音会有点上瘾，大家可以听一下。所以没事，有些人听到这声音可能会特别恐惧，感觉好痛；有些人会特别上瘾，我就特别喜欢听这种声音。可能以前做纹身师的关系吧，就是反正扎在人家身上我自己也不疼嘛，所以我特别喜欢听老式弹片机的声音。我也喜欢用这种老式的弹片机，但现在已经流行用那种马达机了嘛，所以之后我可能会结合皮具，包括我以前做的一些纹身的纹身机，然后做一些手工的一些小东西吧。然后这个就是我玩摩托车的一些装备了。我们一样来啊，我们从这件日本的 Komini， 然后这件就是全新的一件 Komini 的连体皮衣，但是这件不是我用的，是 Quentin 用的。大家可以看啊，这件其实并不是特别小，它是好像是46号，44还是46，我自己穿50号，我连体皮衣穿50号公码，然后像这种分体的我会穿到48号，因为我比较喜欢包得紧一点，然后保护性能会更好。但是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大的一个尺寸？其实 Queenie 现在穿会比较大。其实根据每个人的身高体重，然后作为赛车手来说，不扯那么多，其实就是因为便宜。然后就是因为打折便宜，我就买了这一件。但是这一件里面保护性能特别好，它连前面的胸板啊什么全部是配套的。因为我估计 Quentin 现在刚开始练摩托车，最近1年肯定也不会跑得特别激烈，然后又加上清迈天特别热嘛，不是特别激烈的情况下，我也不会让他去穿这个皮衣，可能会中暑，所以这个是为他明年或者后年准备的。哇，好重！
然后这件就是我的了，这件是公马丹尼斯的50号，这件我是买的二手的。其实，在清迈这边，很多这种装备啊，要比国内便宜很多。但是为了不去扰乱市场，我今天就不说价格了，反正的确是挺便宜的。这一件说是二手的，其实我感觉还挺新的。这件是平时我下赛道会用的。然后说到这一件，这件是我非常喜欢的Alpinestar GP Pro 系列，它后面也带一个驼峰。然后因为我通常戴的手套就是 Alpinestar 的 GP Pro， 然后这件衣服也是 GP Pro 是一个系列的。当初我是想买红色，因为比较配我杜卡迪嘛。最终我为什么买了这件绿色呢？就是因为便宜，就是因为便宜，因为打折的只有这一件了，绿色。所以可能我后面会考虑去买 Kawasaki 的车来配这件衣服吧。那这件衣服穿的真的是特别舒服。然后像如果跑山的话，我不穿装备我会特别怕，如果穿了装备的话，会给我带来很大的这种保护感和信心吧。因为大家可能会说清迈、泰国那么热的天，这种皮衣穿上身会特别热吧？真的会特别热。所以前2天我去买了这件，也是 Dennis 的一个 Extrema， 就是应该是最新款的一个 Extrema 的网眼夏季的骑行服吧。然后它里面是有2层，这件是防风的。我觉得这件的利用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清迈比较热，然后它是一种不是皮的，是纺织物的这种网眼的，所以穿上去会没那么热。然后另外一件我就不介绍了，另外一件是刚来泰国的时候我带来的一件骑行服，因为它是一个仿品，不是一个正品。但是我穿过这种仿品跟正品了以后，真的正品的版型啊各方面穿上去会特别贴合，特别舒服。然后下面就是靴子，这双 CD 的是 Quentin 的靴子，这双鞋 Quentin 穿的倒是正好。然后我自己本来也想买 CD 的靴子，但是打折款里面没有我的号码，所以我就买了一双国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用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靴子。然后这双不是摩托车穿的，这双是我骑自行车的卡鞋，就是我那台公路车，然后我会跟大家说一下自行车的卡鞋。然后这双也是摩托车骑行鞋，这是平时我出去开摩托，就是没有激烈驾驶的时候通常会穿的这双不是高帮的一个靴子。然后这个就是开摩托车玩极限运动，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保护作用的一个硬壳包。然后我们说一下头盔吧，我是 Arai 的忠实粉丝，所以说这顶 Arai 就是我平时一直会戴的一个 New Rapid 系列，就是它是一个有点复古的一个盔型。然后因为我杜卡迪现在改成了 Cafe Racer， 其实也算一个复古吧。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所以我很喜欢这顶盔。然后平时用的手套，大家可以看就是 GP Pro 系列的一个长筒的一个手套。然后下面这一顶 KYT 在我们国内可能戴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在东南亚地区用这个牌子会很多。其实在 MotoGP 里面也是有车手戴这个头盔的。然后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高，然后盔重也特别轻，颜色也特别好看。所以我给 Quentin 也配了一个墨片。对，这是 Quentin 的头盔，不是我的头盔。但是我经常会偷偷借用 Quentin 的头盔，因为 Quentin 现在的头围跟我的头围是一样，58，所以它的size 跟我的 size 是通用的。然后 Quentin 赛车的时候，Quentin 去跑赛道的时候，我会给他准备2副手套，一个就是儿童用的这种保护性能没那么强，但是比较灵活的一个手套。另外一个，好热。另外一个就是 Komini 的一个比较专业、保护性能比较强的一个长筒的手套。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一顶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国产盔，但是以前我玩 Harley Club Style 啊什么
大家都喜欢戴 Simpson 嘛，Simpson 又很贵。然后国产的我觉得这个盔还不错，就可能它的用料各方面会稍微差一点吧，但是便宜啊。所以现在这顶我会在下赛道的时候会用这顶盔，摔了也不心疼。然后这副手套，这副手套说起来话长了，这个应该算有10来年了吧。以前我下赛道的时候会用的一副，所以很多都烂了，但是我觉得还能用，就是不要浪费嘛。然后下面有好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手套啊，包括这种面罩、风镜，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打滴滴弹下场时候会用的保护的一个面罩，然后一个护目镜。然后这顶就是我骑自行车的一个头盔 ，Laser 应该算是Shimano旗下的一个头盔。我可以说在清迈啊，玩公路车的自行车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我以前玩的一些攀爬啊，或者一些街攀啊，在这边很难找到，基本上整个泰国都很难找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攀爬这些比较适合城市里面吧。但我在曼谷那边很难找到这种车型的，就是特技型的这种自行车。然后上面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头盔，这些头盔就是我以前在国内玩复古摩托车，然后把头盔都带来了，一些仿的Moto 3的一些头盔，还有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以前很流行，但现在已经退潮流的复古的 Thompson 的头盔。但我觉得我现在看看还是挺漂亮的啊，我还是挺喜欢这样，但是它的保护性能会真的跟这种 RI 啊会比起来差很多，因为它追求一个小盔体，所以它比较薄，基本上我们说起来就是装饰盔嘛。所以开这种复古车还可以，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如果你开这种大排量的这种运动车，就真的就不要考虑这些了。这辆算什么车呢？我不能说它完全是 SR400 吧，但是它发动机是 SR400，它是改成了一个 A 字架的一个复古的 Chopper。Chopper 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玩过，但是之前有一个 Chopper 的聚会，我们在山里面我去了，然后就看到好多 Chopper 去了以后，那个氛围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以前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 Chopper， 但是那天真的 Chopper 吸引住了我就一直在找 Chopper。但是在泰国很多的这种车都是没有牌的，所以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一台是有正规牌照、是有正规手续的。所以我可能开的机会不太多，但是每天看着就很开心。这台车一回来我就买了好多配件啊，其实已经改了很多东西了，但是还没结束，还要慢慢改。然后这台杜卡迪的 Monster 795，之前视频里面就已经介绍过了。因为这台车一回来的时候我就准备是跑山用的，所以一回来我就换了2条Superposa 的 V3， 然后抓地力其实还可以，但是我现在真的还没用满，还差好多。但是可能年纪原因吧，快40岁了，我压得太深，倾角太大的话会有点怕，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吧。但是这2条胎真的是不错。然后最后这一台就是我的一个情怀车 Monkey。在这边其实改 Monkey 的人不算太多，但是 Monkey 是我接触的人生接触的第2辆摩托车，所以在国内我 Monkey 也玩了10几年，这就是一个情怀吧。所以这台车我很少去开，但是不停的会在武装各个方面配件还在改装。好，自行车大家可以看我换了一台自行车，其实我换了一台 Trek 的 Emoda， 其实它是一台等于是爬坡车，碳纤维全碳的。我之前称了一下，差不多7点几公斤吧，7.8、7.9啊，不算特别轻，但是跟我以前那台Cannondale 那个铝架要轻很多了。为什么我会把之前的 Cannondale 给换掉？因为那台尺寸太小了，那台是44的，对于我的身高来说太小了，这台是52的，所以现在
骑起来这台要比那一台要轻松很多。然后之后我可能会跟 Vincent 去跑一些长途，但最近可能在家里待得太久了，体能有点跟不上，所以可能后面要恢复一下。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汗流了很多。这个车库里面没装空调，基本上我平时是用电风扇，然后电风扇一打开就很凉快。因为今天要录视频，我怕有噪音，所以电风扇没有开。虽然说这个我收为是车库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它并不仅仅是个车库，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孩子的玩具房，就很多我喜欢我玩的东西都在这边。所以通常每天我在这边待的时间会很长，可能会泡杯咖啡啊，泡点茶啊，听听音乐啊，然后去做一些摩托车改装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之后我会更多的想把之前我做手工皮具啊，包括一些纹身啊，所以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构思，我这个手臂上我想我再画一些草稿吧，稿子就像我自己没事在这边可以自己给自己纹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吧。然后最近我在想一下怎么去画这个稿子。之后我觉得这个车库会越来越满，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关注太太乐，我们下期见，拜拜。